大家好，说几个事情啊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做了2个视频，一个视频呢是讲国内的闲置带宽啊，家里面宽带如果有闲置的啊，闲置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宽带啊，平常你用的少，那么它里面资源啊，本身的话你下载啊，不是挂机啊，你肯定有闲置的嘛。那你上行带宽的话是有闲置的话呢，你可以贡献一部分出来啊，给视频的运营方啊，比如说网信云啊、京东云啊。之前我在这视频里面介绍2个案例啊，一个案例呢是讲了一个人被抓了啊，那个人呢是偷宽带啊，冒充工作人员、宽带工作人员上门维修，去落电井啊，把自己的一个路由器插在这个上面啊，他在跑积分啊，这样到时换取收益啊。因为那个积分的话是京东的金豆啊，那金豆是完全是可以套现的啊。比如说你在京东上买个瓶酱油吧，买瓶酒吧，买这种反正你可以完全可以消费出来的啊。第二点的话就是网信云的话是给你真金白银的钱的，但是啊这2个项目说出来啊，普通人想从这个里面赚钱的话是非常难的。赚钱是能赚钱啊，赚的钱不多。我就拿我自己为例啊，我有3条宽带。3条宽带我下面分别挂了3个迅雷的下载宝啊。所谓的迅雷下载宝呢，就是网信云的产品。网信云跟迅雷什么关系呢？说实话啊，网信云就是迅雷的一个产品嘛，或者子公司吧，或者说它是股东控股的一个公司吧，完全独立法人那个公司吧，反正就是这种关系啊，儿子跟爸爸的关系。这个下载宝，说实话，买来这个东西，如果说你原价新的去买的话，也是很贵的啊。当初我是在迅雷的网信云，它搞官方活动啊，我就非常便宜的买了，好像9块9还是19块9，反正就这个价格。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去挂的，我也不建议去买新的，买个二手设备也行，你去某多多啊，或者说叫砍一刀的这个平台啊，叫拼多多嘛，你去买啊，里面有的啊。说白了，说实话还可以退货啊！你就是家里面宽带，你挂上去试试看啊。其实还不仅仅说你挂上去就可以赚钱，它里面收益分配啊，今天可能6毛，明天8毛啊。你看我3台机器大概2块钱，2块多啊，2块6，一台1块，还有一台6毛左右啊。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？第一个跟宽带速度有关系，第二个跟你的在线时间啊有关系。比如说你这个机器拔掉了啊，那你这个就收益低了。特别是晚高峰期的时候，一定要在线。比如说20点到凌晨的1点啊，这个时间，因为看视频的人最多啊。第3点的话是考虑到网络类型啊，什么叫网络类型呢？叫 NAT 类型啊。这个呢涉及到一些网络基础支持啊，比如说里面有个叫全锥形啊，这个要设置 DMZ 啊。如果说 DMZ 设置不好的话，设置 UPnP 啊，这个的话在网信云的官网上的官方文档是有体现的。今天我想讲什么东西呢？就讲割韭菜啊。因为这2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啊，有很多网友来问我啊，这个能不能赚到钱啊？今天我就直接说了啊，我才赚2块钱，还是3条宽带赚2块钱，我就只能把电费能赚回来，赚一点蝇头小利。这个钱说实话，一个月估计能赚一包烟钱左右吧。但是这有一点好处，就我不用去费太大的力气去管这事情，插上就可以了啊。那什么叫割韭菜呢？就因为我在很多短视频平台，包括网友的来信啊、评论啊里面看到，现在的短视频平台里面出现了很多类似于 PCDN 的项目啊，那些项目的话，基本上叫你要买机顶盒啊，要么加盟，给你看的一些图片啊，看到他们家里面那个架子上啊，有很多的设备，你看到这种一个的盒子啊，或者说机顶盒这些东西啊，这种项目的话，其实它怎么赚你的钱？它下面基本上有个井号啊，招商引资啊，它就是第一个展现出啊我很赚钱这项目，第二个呢我要招商，第3个呢大家一起干，那让你付加盟费啊，加盟费就好几万。有一个网友就跟我说他被付了6万块钱，6万块钱什么钱都捞不回来啊，我后来我没仔细问，反正呢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之前也看到过类似于这种项目本身这个创意还是比较好的啊，你加盟我给你一批机顶盒，比如说给你100台机顶盒，你放出去，比如说你放在别人家里啊，你有这个资源放吗？你有这个本事去放吗？推销这机顶盒吗？其次就是机顶盒，现在家户都有啊。还有的话，你这机顶盒里面自带了这个上传带宽，你是不是要告诉客户，你这个机顶盒是会有这种云加速行为啊？这种说实话，你这个规则里面要写清楚啊，否则的话，你还很有可能说你盗用他的资源，因为万一对方啊这个客户用了你的机顶盒之后，发现了宽带资源不对啊，或者说那个被宽带封杀了啊，那你是个怎么办呢？其次啊，这个机顶盒不像路由器啊，机顶盒的话，基本上我看完电视我就关掉了，
那你这个怎么处理呢？你难道做个隐藏程序啊，或者待机的时候呢，还是在跑宽带？那你这个是又涉及到类似于有点违法性质的啊。反正就是不太正规吧？你明明就没有告诉客户，哎，你这个机顶盒没有拔电源的情况下，在待机情况下还是会上传这个资源。再说一点啊，比如说这个机顶盒你真的前面2个问题都解决了，你挂上去了啊，比如说你是村里面一个领导小干部啊，这个组长啊，这个小区社区的工作人员，反正就是你一个小领导，你把这个推销出去了，每个人都装上了。你还要考虑到一个网络类型的问题，就是刚才我说的 DMZ UPnP 的问题。那如果这个网络类型很差的话，它其实上传资源呢是非常困难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它如果说这个东西呢，这个机顶盒的网线或者说 WiFi 节点啊，连到他们家的路由器上，那你这个就比较差了。那你这个类型啊，我估计打折扣，就收益打折扣啊。还有一个朋友也咨询我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是在当地呢是有这种商业宽带的资源啊，就是公司宽带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说你做这种 PCDN 的项目啊，基本上的话不会把你封杀的啊，因为商业宽带跟家庭宽带的收费是不一样的啊。网信云为什么说要是做这个项目呢？因为呢，家庭宽带资源比较便宜啊，费用比较低。如果说这个商业宽带啊，他去做的话，他项目不划算，明白？网信云之所以这么大一个，这个公司也不算说非常小，至少还是很大一个公司，人家技术实力也很强。他如果说能自己部署的话，他早就自己部署了，不需要找这种网络上的这种人去部署。这种说实话也是一种共享经济的存在啊，跟点小钱。但是也有很多人啊，通过网信云啊，想把这个钱赚的盆满钵满啊，到最后的话，宽带被封掉了，有很多的矿难事件啊，很多人在甩卖这种迅雷下载宝啊，网信云的 OEC， 你可以在闲鱼平台上去看到啊，有很多人在甩卖这种机器啊，你真的很便宜啊，二手的，就是因为他的项目做不下去了，基本上做不下去的原因就是亏本了嘛，怎么亏本呢？要么就被宽带被封杀了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再说回那个朋友的问题啊，那个朋友呢，他这个说商业宽带资源的问题，我之前也问他了，我说那个你也要考虑分布式的问题啊，比如说你同样在一个公司里面嘛，一个公司里面，因为这个 PCDN 呢，它其实说是分布式节点嘛，比如说我这个小区跟那个小区 A 小区跟 B 小区啊 ，A 小区如果说有用户啊，他要看什么视频了，刚好这个缓存在我的邻居家啊，那么我从我邻居家获得了这个视频缓存，所以说如果说像这个朋友的话，他这个节点全部集中在这 C 这个地方，那你这个地方这个是供应的资源比较多，供大于需的话，你这个获得收益上面也不会很多的。所以说这个算法里面就这样算的，但是呢，无论是网信云、京东云，它不会把这种算法告诉你的。再说回来吧，你如果说相信这些能赚钱的话，这些割韭菜项目能赚钱的，那你看看吧，你看看这个网信云，我打开这个页面啊。它这边还好，每日收益排行榜都公开的。你看看，这个全中国最赚钱的项目了啊，最赚钱的这个某一个人，收益冠军啊，539块钱。你要看到 X86， 什么叫 X86 呢？基本上服务器这种叫 X86啊。当然的话，闲置电脑你把它这个装个操作系统啊，也叫 X86。那你看 OES 啊 ，OES 43块啊，差这么多，为什么呢？基本上用 X86的都是用这种机房资源啊，这种宽带。就公司宽带啊 ，X86 用的比较多啊。那 OES 啊，43块，那后面的我基本上都降低了啊。你看，像赚钱宝3代啊，我就用这个，我赚1块啊，1块多一天，3台加起来的话才2块多啊。你看 4.84 啊，你看它这个全中国的冠军才 4.84， 你卖那个机顶盒，我估计也是差不多啊，也就这个。你这宽带资源，我就肯定比不上收益冠军的。这收益冠军啊，基本上我猜这个人吧，可能把这个机器放在家里面这种单位啊，这种网速很快的地方啊，自己也懂点网络知识，放那边，你明白吧？所以说他这种资源是非常好的啊。好，下面网信云它还有这种非官方的盒子啊，容器魔方、纳斯小新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三方盒子，什么叫三方盒子呢？因为网信云它有点好处，就是说你不一定要买它的设备啊，你可以自己有个机顶盒，你可以刷机啊，你手机也可以刷，也能干这个事情。你的闲置的笔记本电脑也是可以干这个事情啊，装 X86。你看三方盒子吧，5块5毛5啊，它有提供这种系统版本啊，你可以自己刷机啊，你不需要
买它的机器啊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啊，他们家这种 OEC 这种价格啊，大几百块钱，你要真的是回本的话，你没有一定的宽带资源回本的很困难。好，再说一个网络的 NAT 类型优化啊，这个东西呢，无论是网信云还是你那种割韭菜项目，基本上都要考虑这个点啊。NAT 是很影响这个上传效率的。你看它这个简单组网啊，我这边不多做介绍了。其实这东西光帮啊，里面都要做个 DMZ 设置的桥接模式，你看这个东西你要得搞明白啊。所以说呢，你如果说你有100条宽带啊，那直接拨号呢肯定最好的啊。你这种 UPnP， 所以说你的机顶盒买回来，就算是你把这个机顶盒都卖掉了啊，你放到别人家里面的，别人家里面这个 NAT 类型不行的话，你这个收益是打折扣的嘛。其次啊，这机顶盒里面是不是有内置硬盘的呢？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啊。如果说里面有内置硬盘的，基本上我不太相信里面有内置硬盘，我觉得还是这种割韭菜项目的嫌疑更大嘛。像网信云这种部署啊，你不是说光买一个盒子就行了，这盒子里面还配一个硬盘呢，这硬盘你还是外接的啊。基本上的话，它要固态硬盘，比如说500G 啊、1T 啊，针对不同类型你不同提供的啊。比如说你这个算钱宝3代吧，你上个 1T 硬盘的话，这个木桶原理就感觉你这硬盘太大了啊，不需要这么大啊。那如果说X86的话，你上个4T 硬盘，那人家都觉得开心啊，都可以啊。这个有个木桶原理在里面，所以说考虑的问题不仅仅这些。你说机顶盒你送出去之后，你的硬盘给别人吗？你这硬盘很值钱啊。所以啊，你不仅仅考虑到什么机顶盒能不能部署出去的问题，能不能卖出去的问题，也考虑问题很多啊。比如说这个硬盘啊、缓存啊，因为你这个缓存放在硬盘里面的嘛。另外的话，网络类型啊，还有一点的话就在线时间，你也都考进去。所以说呢，机顶盒这种项目啊，我觉得不太靠谱啊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啊。